大家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的防弹汽车去哪儿了吗？今天给大家说一点视频里不能拍的事。带了2个持枪，拿着 AK， 拿着 M12的，门口那辆防弹汽车是谁的 ？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啊！我们又准备要出发了。是的。不过在出发之前啊，想跟大家聊聊天儿，顺便公布一下我们之前在穿越中东有些不敢公布的话题和画面。对。我们一路回来，特别是穿越伊朗的过程中，我们东西不是被没收了吗？后来大使馆也找了我们哈，对，也积极配合，希望把我们的东西给拿回来。但是确实啊，你看今天我们摆俩桌子啊，这俩桌子是空的，本来是想把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对，给大家抽了。对，但是可惜到现在目前为止，大家都在努力中，还没有拿回来。不管怎么样，谢谢大家，也谢谢伊朗大使馆给我们的支持，大家都在努力的进行中。对，不过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啊，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呢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当时我们在穿越炮火伊朗的时候发生的2件事。我们在第一天进入伊朗之后，到伊朗的中间的德黑兰的一个点的休息的过程中，当天晚上我们是第一次被抓。其实前面都有很多次查我们车，查什么都查了很多次，我们都很配合，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没毛病。人家国家有问题嘛，对吧？他们希望能够找出这个坏人啊。结果当天晚上看到我们开了一辆防弹车，马上慌了，紧接着就开始摇人，听不懂啊。我说哎，怎么回事？你别动啊，你别动，不要动。完了，好，来了一个领导式的样子的这个，然后跟他们说，你看他们这辆车。防弹玻璃，这车降不下来，我怀疑这车是武装汽车。对，然后又叫了一个领导，好，这时候我们俩不能动了啊，把车锁上，你们俩跟我进来。结果一进到第一个，它有一个铁的门带电网的，进到第一个门的时候我就傻了，为什么？因为跟我们进来的时候还有3个士兵，他不让士兵进来。对，你们出去，直接一拉那门锁上了，直接把电闸一合，这电闸合上代表什么？跑不了了。然后我们俩就进去了，一个跟白色的一个炮楼似的啊，我们俩贴墙根站。然后呢，纳兰马上跟我说，你要记住现在所有发生的画面。他让我记住这个目的是，我们俩拍不了，到时候我们俩已经写书，哎，到时候写成书，哎，给大家说。我当时还想，我觉得，我说这个今天可能就够呛了，因为我在我的身后看见了一大一小2个临时的监狱。这小监狱里连厕所也没有啊！完了有一个堆铁柱子，一个门，这门特别厚，反锁，从外边锁。我一看就是监狱。然后他就问我们，来回问我们几个问题。有些人会问你们俩是怎么出去的？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一清二白，第二个不能害怕，你的眼睛会出卖你。第三个千万别紧张胡说八道，就行了。大概有1个小时我们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当天晚上又出现问题了，第2次被抓。我们晚上没吃饭，已经这时候10点多11点了，找了一个街边摊吃撸串，刚吃2口，来了一老人，带了2个持枪的大兵，跟我说你们是哪里人？护照拿过来。中国人，把护照给我，对，护照咵一压，别动了啊，别动了，咵一压。跟我走一下，最后连人带车，我们第2次被押到了他们一个秘密基地。这秘密基地左穿右穿，前穿后穿，呱来一门，我们这车就进去了。当我汽车进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可能会凶多吉少。大概有1个小时，12点的时候将我们释放了。但是这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些事情，就真的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精神也好，身体也好，他确实已经到达了极限。也就是在这个事情以后，耀耀决定把我们新的飞机直接撅折，咔咔我就给撅了，就给扔了。要是有人看见一个外国人开着一辆防弹车，把车降了一半，往里扔了一架无人机，兄弟们，我们可能做不到这里了。第2天早上起来，我都特别怕，我一开门。这个东西是你的吧？来，你跟我们走一趟。但是第2天早上起来没发生这个，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当时那个前台小哥哥跟我们说，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录过照？千万不要下车，下车的话会被射杀。这个在视频里。对，所以就是说，你们知道这72小时我们是怎么经历这个至黑至暗的时刻？其实我觉得啊，在伊朗发生的事我们都能理解，但唯一有一个地
方我理解不了。最终进入国门的时候，哈萨克斯坦的那个边境过去就是我们的国门霍尔果斯。这是我们去过全球这么多个国家131个国家最恶劣的海关，没有之一。我真的我都没有想到，我们霍尔前面就是果斯啊，这个海关进入到中国，就在刚刚1分钟前。你知道这个大兵也就20岁，过来捏我胳膊，就直接过来就这么捏，咵，告诉我走走，我直接跟他吵起来了。其实当时我都，这要是在什么地儿，我可能我都动手了。他直接非常恶劣的，就是跟打架一样，抓着我胳膊往前走。我说你干嘛？他从我说你干嘛呢？我没有明白的是，这一上来，所有的人对我们态度特别恶劣。打第一时间一下车的时候就特别恶劣，把你车里好多值钱东西拿走，跟土匪一样。然后他就说：“哎，这个东西有问题，这个东西不能带。”他跟我说：“你这东西都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在哪儿买的。”你有证据？我有证据啊，我给他证据了。对，他不认。他说这是别人国家的，他说是别的国家的，你有我们国家没买你国家的东西，我为什么会有你国家的证据？然后就强盗行为已经到非常恶劣的地步了，然后把东西留在这儿，就是让你选，你要不然就走，要不然就不理你了。耗了2个多小时，我说这东西不值钱，破烂给你了，我不要。出来，所有的海关人员，我发现不是光对我们来这儿的几个新疆大叔，包括在这儿给他们工作的，全部跟我们一个反应，太恶劣了，这态度真是非常恶劣。我刚开始我没明白，但是后来我问这些大车司机一交流的时候，可能人家意思可能是他们在示意检查我行李的时候，故意难为我的时候要给，但是我们俩的性格是不会给的。第一，我们为什么要给你？第二，你本身就没明说，我就看不懂，你就这种恶劣的肢体接触，我就会觉得不能惯他这毛病，所以这个是我反而不能接受的。伊朗的我能接受，这个我不能。所以我觉得啊，如果再有些国家对我们中国人施加压力，目的是这个，如果大家能绷得住，兄弟们，我觉得不要给钱，越这样惯他们，惯什么有什么。然后就是这辆车。对，就是我们从中东回来呢，有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这辆车最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归宿呢？对，因为第一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裸捐了，对。可是这辆车其实啊，我觉得我都愧对于他，为什么？因为在中东，他们多次啊带我们去到了一个别人去不到的地方，对，能够扛着枪林弹雨、炮火中的这个中东，给我们安全的送回了我们的祖国。它不仅是一辆车，它更多的是我们的战友，对，真的是战友。所以下一次我们再出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很纠结啊。如果再带着他一块儿去，第一个，他整个全身防弹在别的地儿是不是有这个用武之地？对。第二，他整个这汽油车是95的汽油车，它的油耗量确实非常的大。然后在路上，无论从经济情况啊，还是重量情况，可能在去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可能用不到。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他就光荣的先退役吧，先退役吧，对因为我们是想的，我们自己想的，一季咱用1次车，更符合每一个州的大陆的一个情况。所以下一季其实我们俩商量过，我们俩想更多的试一下咱们现在的这种智能一点的汽车。大家也很期待我们最后会选一个什么样的车。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试啊，对，一直在试。完了这里呢，兄弟们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我们这辆车和建议，对吧？到底怎么办？完了在这里呢，还有一个很多人问我们说，哎，说瑶瑶你是不是没有衣服穿，就一直穿那件红的？这里我就打算给大家澄清一下，看看我们两个盒子啊，这就是你们经常见到的我的战袍啊，看没有？非常漂亮的一个户外的一个防晒服。老说我没衣服，看着啊，1件、2件、3件、4件。其实像这种户外的防晒服有很多，7、8件都不止。但是每次差不多我会带4件。对，因为第一个，我们经常去的地方都特别的热，比如伊拉克50多度，比如像巴布亚，像什么非洲都非常的热，所以我需要防晒。且它得薄，透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颜色，中国红。是的。又漂亮又好看又上镜，还代表了我们中国。想让别人在这么多什么绿色、蓝色、黄色的地方能看到一抹红，是的，我们中国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实用性，因为很多地方它雨林里边会有水，速干、防刮，而且还防磨。对。然后你看啊，我们平时你看我们穿的裤子啊，这个都是
户外的速干裤。是，其实我们讲究就是一个速干啊，你看这个啊，这是厚一点的，这是厚一点的户外的裤子，比如去雨林啊，这个东西即便刮上或者是它也撕不了，而且它防磨，我们也随便做。你看我们无论是你看登火山，还是去人家那个原始部落里探秘去，没有凳子。没沙发，随地而坐了。关键是很多时候，你像那个巴片西那样，我摔倒好多次，直接又摔在那个泥地里、那个石头上。给他拉到河边，拿这东西夸夸夸一洗，又速干，还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也金脏。国内你选择就比较多，你看国内回来以后，我户外鞋都换成大黄靴了，我也是，对吧？大黄靴。但是你看户外，我们在国外，跟了我这个中东8个月，就穿的这一双鞋，甭管咱们去的阿富汗的。什么这个本拉登的家，还是那个边境啊，还是跟我去的沙漠，还是说你走泥坑里头，即便它脏了，你拿水冲一下，甚至拿湿纸巾、拿布擦嘛就 OK 了。对，这就比较简单方便。然后最后一点啊，很多人可能知道我们下一站可能要去美洲，但是很多人也问你们怎么还没走呢？对，一直怎么没走啊？对，是第一个啊，7、8月份暑期，我们家有孩子。我们得怎么也得陪陪孩子吧。第二个呢，我们也在选下一次出行的交通工具，伙伴，汽车。我们想选一个稍微智能化一点的，空间稍微大一点，我们能多拉点东西，是不是？我们在看车。第三个，我们在寻求资源。媳妇儿跟我这豁命好几年，咱得保证安全。所以再去美洲，我希望能做好十足的功课，咱再带着媳妇儿带着大家。成为大家的眼睛，咱们一起去探秘，一起看看这些历史人文，这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还有即将消逝的一些民俗啊、文化呀。对，没错。所以呢，多了不说啊，再给我一段时间，咱们敬请期待《耀阳环游记》。有想看我们俩的，记得